上一讲我们说到了量子力学这个学科有个非常特殊的地方，它有很多个不同的解释，但不管是哪个解释，它回答我们这一讲问题的答案都一定是一致的，那就是量子到底是什么？这个问题不仅对于我们的课程很重要，我甚至可以说对人类的文明也很重要。我们先来想象这么一个场景，假设你一觉醒来，世界发生了一场大灾难，绝大多数人都没活下来，地球的科技全完蛋了。但是你还活着。这个时候，你要赶紧在一块石碑上给子孙后代留一句话，让他们通过这句话尽快找回我们现在的科学知识，回到我们现在的科技水平。这句话应该写成什么样呢？在我看来，这句话必须符合3个条件：一是尽量短，不然石碑上写不下；二是不能有公式，因为未来人看不懂；三呢，它得像一颗知识的种子，虽然信息量不大，但是未来的人如果把它种下去，它就能生根发芽，长出更多的知识。好，现在我问你，你觉得这句话应该写什么呢？作为一个资深的科学传播者，我认为最应该写的就是万物由原子组成，而且具有波粒二象性这句话。原子你肯定知道，但是波粒二象性又是啥呢？别着急，我后面会讲到。你注意到没有，我留下的这句话里面没有量子这个词，因为我要是留这个词，可能就把未来的人给误导了。你可能在其他场合听物理学家这么说过，量子就是能量存在一种不可分割的最小单元。对，这句话从字面上没有错，但是它会产生一种误导，它会让你以为原子不就是一种不可分割的最小单元吗？就算原子不是，那就把原子再往下分，总能分到最小单元吧。反正最小单元一定是一种点状的粒子，所以你会以为量子应该就是这么一种粒子。咱们在中学受到的教育就是这样的，有的中学课本会说原子可以分成电子和原子核，电子就是一种点粒子，它绕着原子核转，就像月亮和人造卫星绕着地球转一样，会形成一个个明确的轨道。不但课本上这样说，国际原子能机构官方的 logo 也是这样画的。我在文稿中放了一张图，你可以点击文稿看一下。如果你看过美剧《生活大爆炸》的话，你会发现它在转场的时候也会播放电子绕着原子核转的动画，而且这个动画里画的也是点粒子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这种理解是错的。不单单是原子和电子，世界上所有的粒子你都不应该简单的把它看成一种点粒子。量子等于点粒子这个概念必须去除掉。其实给未来人留话这个问题最先是由物理学家费曼提出来的。他当时留下的话就只有前半句，万物是由原子组成的。我认为这句话还不够，大家容易把原子的概念理解错，当成一种点粒子。未来人要是理解成点粒子，那科技发展就被封死在这儿了。所以后半句话非常重要，原子都具有波粒二象性，而量子的含义就在这后半句话的最后5个字。对，量子就是波粒二象性。二象性说的是一种东西同时拥有2个性质。那所有的粒子除了都具有点粒子的性质之外，还同时具有波的性质，这就叫波粒二象性。我给你举一个例子，假设你现在在游乐场，面前有一堆海洋球，如果你只看其中一个球，它圆圆的像一个粒子，这就是粒子性。如果你跳到一堆球里，海洋球就会像波浪一样涌动出去，这就是波动性。你看一堆海洋球身上既有波动性又有粒子性，它同时拥有2种不同的性质，这就叫波粒二象性。但是量子说的波粒二象性还跟这个有点不一样。量子的意思是说现在没有一堆球，只有一个球。你从这一个球身上也能看到一堆球才有的那种波动性。而且这还不够，这种粒子身上的波还得像池塘里的水波一样，是连续的，是能够覆盖一大片范围的。这就好比说，一滴水就是一片海洋，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。把波和粒子这2种特性给按到一块儿，就只能得到这么一个怪怪的东西。所以
真正的原子其实是这么一个怪东西，一个电子它不是像一颗卫星一样绕着原子核在转动，而是像一大堆卫星一样，同时处于原子核周围的各个地方，并且同时以各种各样的速度，同时沿着各种各样的轨迹在绕着原子核转动。乍一看去，电子就像一朵云一样，把原子核包裹了起来。只不过云的形状是有特殊要求的。我在文稿中放了一张图，就是氢原子周围的电子云可能的形状，你可以看一下。不过这个云的画面其实还不够严谨，因为它会让你以为原子周围的粒子不是点状粒子，而是像一朵云一样，是有形状、有大小。可是请你不要忘了，所有粒子它既是连续的波，同时也是不连续的点状粒子，这才是波粒二象性。如果你单纯的把粒子想象成云，只记得它有波动性，忘记它同时有粒子性，那你就从一个极端进入到另一个极端，这同样不可取。那么真正的波粒二象性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？我只能说它就像五彩斑斓的黑、方方正正的圆、振聋发聩的沉默一样。从语法上讲，这就是没法成立的，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想象它的样子，就连物理学家也不知道该怎么想象。这就是为什么原子能机构宁愿用一个错误的 logo 来表示原子，因为他们无论怎么画都不对，只能在各种不对的方案中选择一个大众最容易接受、最容易记住的版本。中学课本的道理也一样，它只强调粒子性，总好过学生一句也听不懂吧。所以单纯用粒子的视角看待量子，其实是一种无奈。既然波粒二象性没法用通常的语言说清楚，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理解量子的概念呢？在这儿，我帮你用3个步骤来试着理解它。1. 把粒子看成波。2. 把波看成粒子。3. 同时使用波和粒子的视角。先说第一个步骤，把粒子看成波。这就是说，你可以直接把波能做的事儿套用在粒子身上。比如，一束波可以同时处于好几个状态。你在听交响乐的时候，能够从一束声波里同时听出好几种不同的乐器声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这种状态叫叠加态。所以粒子也可以处于一种量子的叠加态中。我刚才说的，电子同时处于原子核周围所有位置上，形成了一朵电子云，说的就是量子的叠加态。我们说薛定谔的猫处于既死又活的状态，这也是量子的叠加态。如果你拒绝承认量子就是波粒二象性，你就会发现粒子的行为完全没法理解。再说第2个步骤，把波看成粒子。你可以直接把粒子能做到的事儿套用在波上。比如说，粒子是不连续的，一个一个的。我们玩的那个吃豆人游戏要么吃掉一个豆，要么一个都不吃，没法半个半个的吃。电磁波也是这样，它平时是波，看不出来哪儿像粒子，但是当你要吸收它的时候，就会发现你只能在某个空间点上一份一份的吸收它。现在我们知道，其中一份波就叫做光子。如果不是这样处理的话，你就会发现你根本解释不了各种跟波有关的实验现象。以上2个步骤都是在定性的理解。第3个步骤就是同时用波和粒子的视角定量的衡量同一个东西。这就有点像你要设计一款水陆两用车，既要在陆地上跑，也要在水里游。那么它身上的每一个设计，比如说它的轮子，在陆地上就得当轮子用，在水里就得当螺旋桨用，得同时从2个视角进行设计。具体到量子力学中，我说的2个角度是指波和粒子这2个视角。有一个方程同时具有这2个视角，它就是薛定谔方程。这个方程很多物理系的学生都不知道是怎么来的，它其实就是物理学家薛定谔利用波粒二象性，把以前的粒子方程和波动方程统一成了一个。物理学家很喜欢做这种统一的工作，因为同一个本质本来就可以有好几个不同的表象。如果你把几个方程统一了，说明你就是透过表象找到了更本质的东西。所以物理学家文晓刚说，量子力学是一场统一了波和粒子的革命。可能有人不知道文晓刚是谁，他曾经获得过理论物理学界的最高奖
狄拉克奖。到现在为止啊，获得过这个奖的华人物理学家只有2个人，其中一个就是文小刚。在薛定谔方程诞生以前，那个时候人们还不知道量子就是波粒二象性的时候，很多物理学家都觉得量子力学啊是痴人异语，胡说八道。历史上把这个时期的量子力学叫做旧量子论。量子这个词儿说能量是一份一份的，它就是从旧量子论来的。这个有误导性的名字一直叫了25年。后来物理学家虽然知道有误导性，但是名字已经没法改了，所以就一直叫到了今天。这就像原子的本意是不可分割，现在我们知道它还能进一步往下分，但是我们还继续叫它原子一样。总结一下这讲的内容，量子啊就是波粒二象性，你不能单纯以波或者粒子的视角来看待它，而是同时要以波和粒子的视角看待它。物理学家正是学会了这种看待方式以后，才真正理解了量子力学，并且在量子力学的指导下长出了更多学科的知识。你看，波和粒子这2个概念都是人类从身边最熟悉最常见的现象当中抽取出来的概念，但是量子力学告诉我们，我们最熟悉的反而不代表本质。万物真正的本质是我们之前完全没法想象的东西，这个物质世界不是为我们而打造的。最后留一个思考题，如果让你把原子的内部画成一幅画，你会画成什么样呢？欢迎留言说说你的思考。有了波粒二象性以后，你就会发现量子力学的各种怪事就都很容易解释清楚了，比如量子隧穿。我们下一讲详细讨论。